男人本可以得到树上的袋子，可他却故意推倒了垫脚石，然后跑向了一旁的树林。奇怪，刚刚明明就是这里，怎么突然不见了？还以为至少是只兔子，没想到就是个没用的龟壳。可刚刚明明感觉是个活物在动呢。男人伸手拿起来，想一看究竟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痛！特么的，没想到捡一个龟壳也能划到手。正当男人生气地将其丢在地上之时，龟壳却发出淡淡的荧光。难道这龟壳是什么宝物？叶晨按住心中激动，再次伸手。就在他刚碰到之时，龟壳突然晃动，出现3根竹签。我就说穿越不可能没有金手指嘛，有了这手段，应该不用担心挨饿了吧？撞死的兔子，这是白捡的肉啊！如果是真的，今天就能改善生活了。第2签是一只狍子，要是能打到一只狍子，肉够吃好久，毛皮还能卖钱。可现在不会射箭。至于第3根签，猎杀狼王获得皮毛，我看那不是去狩猎，是去送菜，还是去捡兔子吧？正适合现在的我，去晚了恐怕被其他人捡走。叶晨没多犹豫，伸手取下了第1枚竹签，竹签一入手就化作一团流光，钻进他的身体，而其他2枚竹签同时隐没，龟甲也变得晦暗。看来短时间内无法占卜了。随之，叶晨脑中浮现出山中场景，一只雪兔昏倒在一棵枯树前，看样子是撞晕的。签子写了50之前去才能有所收获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现在时间还早，先回去拿把柴刀，到时候没有就砍点柴回来。回来的正好，赶紧坐下吃饭吧。什么？就吃这个？老二，现在家里确实没什么吃的了，等爹腿伤好了，就去山上打点猎物回来。这特么的或许不应该叫粥，应该叫米汤。我不吃这个。家里已经没别的吃的了，等我借来粮食，再让你嫂子做稠粥给你吃。我是上次吃的太多了，现在不饿，这些给侄女和侄子吃吧，他们正在长身体。小二懂事了，小翠啊，小二年纪还小，也已经知道错了，还是等他娶了妻再分家吧。卖口粮换酒肉，这在哪都是要被戳脊梁骨骂的，这样下去，日子是真的没法过了。我听他爹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二叔，烧鸡是什么味道啊？我听娘说你昨天吃烧鸡了。下次二叔进城给你带烧鸡吃。真的吗，二叔？你是傻子吗？二叔的话你也信？先前你的口粮被他抢了多少次，还拿家里的吃的送给那个叫陈花的，有烧鸡怎么会给我们吃？不准这么说你二叔，还有没有规矩？原主真是一点好形象没有了。不过等我从山上下来，虽说没有烧鸡，但总会有只兔子，晚上就吃顿兔肉吧。爹，我上小黑山一趟。你去小黑山干什么？才下过雪，山路那么难走，你最近都别出门了。我去山上看看，要是能抓到什么野物，晚上就能吃肉了。你说胡话呢？你连弓都不会拉，还想打猎？我就碰碰运气，不行就打点柴。二弟从来没上过山，怎么可能是去打猎？叶田连忙拦住他，你别管我。看着弟弟生气，叶田也只能由着他去。你别让爹担心了行不行？爹，我很快回来。小陈，外边冷，你把爹的狗皮袄穿上。叶田看着他的背影，深深叹了口气。家里的米全被二弟霍霍了，这个冬天我们一家怕是过不去了。爹，要不向里正借点粮吧，也就他家有多余的粮食外借。可9出13归，还要用田地抵押，要是明年还不上，少了1亩田是要被骂败家子的。二郎会不会把狗皮袄拿去当了吧？那皮袄值不少钱呢。他肯定不是去山上，是进城，我得赶紧去追。男人上山打猎，可他看到兔子非但不射箭，反而丢掉家里唯一的弓，甚至还坐在大树旁边睡起了觉。不是说50有一只迷路的兔子会撞在这棵树上吗？不会是忽悠老子的吧？就在男人失望之时，突然一只兔子窜了出来，正好撞到了这棵大树上。叶晨赶紧上前一把抓住。还不小，这下有肉吃了，在侄子侄女面前也能直得起腰了。叶晨将兔子挂在腰间，顺着兔子窜出来的方向走去，直到停在附近一个隐蔽的小洞。就是这了，做个标记，明天来下陷阱。叶晨高兴地往山下走着。叶晨，真是你，
竟然还上山打柴了，稀奇啊！张三坡，原主的狐朋狗友之一，这小子最常做的就是哄原主偷拿家中的财物换酒换肉，然后他再蹭吃蹭喝，还数次用家人生病为理由问原主借钱，到如今也没见过一丝一毫的回头钱。原主前2天偷了家中口粮买簪子换酒肉，也是他的主意。你这一身皮哦，放在当铺怕是得当出不少钱啊！今日天寒地冻的，不如我们去城中吃酒暖暖身子。这张三坡还是死性不改了，上来就打起了自己的主意。你这棉服也值个几十钱，不如先去当了估一壶酒来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家里可就这一件棉服，当了我穿什么？不舍得当就到一边去，别挡我路。张三坡的表情有些发愣。他今天怎么这样跟我说话？往日都是称兄道弟的，叶晨对我可是比对他亲哥还亲。还没想明白，就看到叶晨腰间挂着的肥硕兔子。你抓了只兔子，准备烤了还是炖了？嚯，好大一只，它有3斤多吧？正好你嫂子这2天病了，我拿回去给她补补身子吧。叶晨，你真是够义气啊！戏笑了，怎么自己一句话没说，这兔子就好像送他了一样。要是原主被吹捧2句架住了，可能还真就送出去了。在张三坡惊喜摸着兔子时，叶晨的柴刀已经抵住了张三坡的脖子。叶晨，你干嘛呢？别跟我开这种玩笑。玩笑？那你给我笑一个。一只兔子而已，至于吗？你不是最讲兄弟义气的吗？这3斤的兔子够好好吃一顿了，还怎么舍得还回去？可叶晨将柴刀下按，脖间冰冷的刺痛传来。咱们这个之前哄2句就高兴掏钱的小弟，如今好似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张三坡连忙将兔子举起，拿去拿去。叶晨顺手接过，将兔子重新挂在腰上。叶晨，我算是看错你了，亏我还拿你当兄弟，为了一只兔子跟我动刀。吃吃喝喝你一分不掏，整日想着占便宜，哄我卖家里的口粮，现在跟我说兄弟义气。我那是家里穷，我要是有钱，肯定天天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这样吧，现在我家的口粮没了，把你家过冬的口粮分我一半，我就还认你这个兄弟。那不行，家里口粮本就不够，怎么可能再分出一半？哼，啥也不是，真兄弟又怎么会哄原主卖了家中口粮？不过要是我晚点上山，这雪兔怕是要被张三坡捡去了。人品不行，运气倒是不错。叶晨嘴角微微上扬，可惜啊，被我抢了先，难怪竹签让50之前来呢，也亏是这张三坡起的晚。不一会儿，江晨就来到了村口。赵叔，打柴回来了啊。嚯，好肥的一只兔子，哪里捡的？就不能是我打的吗？你当赵叔老瞎了眼啊？打的和捡的分不清啊？山上。嘿，不是山上还能是河里啊？告诉你，那窝兔子还能是我的吗？你小子莫要在这里和我逞口舌之快。我看到孙金梅带着陈花去你家了，估计是上门退亲去了，你还不快些回家？退亲？啊，真退亲呀？那之前收的定亲礼怎么办？孙寡妇那性子还能吐出来不成？而且她也是有理由的，拿过冬的口粮换酒肉吃，谁敢嫁？叶家小子，赶紧回去吧，不然你之前送的礼全打水漂了。叶晨将几人的低声议论听得清清楚楚，心中却不怒反喜。男人在荒年打了一只兔子，全村人都羡慕他，可回到家却傻眼了。亲家母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小陈是真的变了，今日一大早就上山打猎了。打猎？哼，怕不是又偷了东西，拿出去换酒肉吃吧。叶有林面色微变，因为他是真不知道叶晨是上山了，还是去把狗皮袄卖了。不用多说，今天这亲是退定了。可当时咱们说的好好的，还给了定亲银。当时说的可是20两银子的聘礼，聘礼呢？没有聘礼，还想成亲？亲家母，再商量商量，就这么退亲，对你家丫头名声也不好，总有法子的，不是吗？要我说，就你这儿子，谁嫁谁倒霉。不过看在乡里乡亲的情分上，也不是没得谈。亲家母有什么要求快说。成亲也可以，得加钱。还加钱，20两银子拿出来已经很难了，还要加，不知亲家母准备加多少？30两，30两银子来，我做主把花儿嫁给你儿子。30两银子，这是许县城大户闺女才有的聘礼吧？成，1年后我带着聘礼去提亲。爹，30两银子，
咱们到哪去弄啊？当初我嫁过来，可是一点聘礼没要，这些年贴补家里的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了。对啊，咱们家一年连3两银子都结余不下，今年又是荒年，别说结余，能吃饱肚子都难，怎么去弄30两银子？等开了春，我养好上进二黑山一趟，打2头野猪，再找些其他猎物，应该就够了。野猪还2头？爹，你这身体哪能上山？更何况二黑山那里头可是有大虫、熊瞎子的，碰上就是九死一生。我这把老骨头死就死，你弟弟要是娶不到媳妇，我哪有脸去见你娘？实在不行卖2块地吧，你真不能上二黑山。你疯了，卖地卖了地，我们吃什么喝什么？一家人争吵起来，旁边的孙金梅却看得直乐。对，就是卖地，要不是冲着叶家的几块田产，都懒得上门来。不过这一家子竟然都不讨价还价，刚才该要40两才对。看到吵得不可开交，江晨便走了进来。小陈回来了，快给你孙婶还有花儿打招呼。没想到哪个时代都有捞女，只不过这好像也太次了点吧。原主的眼光可真差。叶晨，你说的簪子什么时候给我？再等等，我一定送你。还好还好，狗皮袄子还在，看来是真懂事了。没事，入冬了打不到猎物也正常，冻坏了吧？叶晨将只兔子摆在桌上，运气不错，捡到一只兔子。好大一只！我儿厉害，都能打到兔子了。亲家母，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小陈是真的变了。等会儿割条腿，亲家母带回去，给大花补补身子。这1个月没见，都瘦了。一条兔腿还不够塞牙缝的。一半切一半回去。刚刚婶子和我爹说什么呢？我外边听了个热闹，没听清说的什么。没什么，就是你的婚事，你不用管。还不是你换酒的事情传出去了，娶亲聘礼要涨到30两。你少说2句。叶晨眉头紧皱。不行。难道叶晨知道为家里考虑了？之前的叶晨，只要能把陈花娶回来，可不管多少聘礼。爹，大花长得这么漂亮，30两怎么行？应该60两才够。男人在古代碰上天价彩礼，可他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还主动说：爹，大花长得这么漂亮，30两怎么行？应该60两才够。60两，把全家的田地都卖了，都凑不够。等你送我簪子，我可以跟你在村子里走一圈。末日，原主快把家里掏空了，连一起散步都是施舍吗？恐怕手指都没碰到一下吧。好戏才开始呢。叶田，赶紧把你弟弟带进去。走，爹房间内生了火，去暖和暖和。等等，我觉得小陈说的对，30两还是少了，就应该60两。亲家母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60两银子我到哪儿去弄啊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你儿子想要娶我女儿，就得这么多钱。你好好想想，除了我家花，还有谁愿意嫁你这不成器的儿子？要不50两，明年上二黑山，要是打2头野猪，再加上2张兽皮，卖3亩田，大概是够的。好像真的没别的油水了。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那就50两，而且我女儿只等1年。对啊，起码也得50两，否则就对不起花儿。还有这只兔子，分的也麻烦。婶子，你全带回去吃。算你懂事，但你记住了，就算是给了50两的聘礼，花儿嫁给你这泼皮，也是你占了便宜。你想干嘛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说你娶了花儿是你占了便宜，难道我说错了？你刚叫我泼皮，孙婶不知道，我最讨厌别人叫我泼皮了。你这么辱我，这亲不结也罢。叫你一声泼皮怎么了？村子里谁不知道你是泼皮？这么跟我说话，你还想不想？孙金梅身体一颤，泼皮无赖发起疯来是真会砍人的。疯子，疯子，你别想我把女儿嫁给你。这下可怎么办？再过去，恐怕真的50两银子都不够了。爹啊，50两咱家得多少年才能攒出来？为了娶个女人，卖田卖地，掏空一大家子图什么？你刚刚说还要给60两聘礼来。那一对母女收了定亲礼不还，还想要坐地起价，我就逗逗他们而已。今日这事过了，他们下次说媒，说不定还敢要50两银子的聘礼呢。只不过日后上门提亲能达到这个标准的，怕是很少喽。什么很少？方圆10里，不，方圆100里的普通人家，我都没听说过娶亲要给50两聘礼的。要是过2年陈花嫁不出去，怕是得埋怨他娘说错话了。你言你真是一肚子坏水，可今日痛快了，
日后你到哪娶妻呀？爹，您就别操心了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？他爹，小陈好像真的变了一点啊。当然变了，以前他要是捡到兔子，肯定拿去卖了，今天舍得拿回来。还有你没看见他分肉的时候，爹都擦眼睛了。是变了，变得太突然，我反倒有点怕。怕什么？你说老二会不会想把爹哄开心了，回头就去要田契？现在家里值钱的就剩那几块田了。瞎说什么？小陈不是这种人。这时，隔壁叶晨轻轻推开房门，走进了叶有林的房间。这就是家里的田契，给你哥哥嫂子留2亩，其他的你就拿去吧。趁早去跟陈花好好说说，我看那姑娘也挺看重你的，哄一哄就好了。叶晨一时有些发愣，什么意思？直接把田契给自己去哄陈花，让自己去当舔狗？爹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不是来要田契的，我是想学学怎么布陷阱就能抓兔子的那种。你来就是为了学怎么布置陷阱？我今天捡到兔子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兔子洞，要是在旁边布置陷阱，可能还能抓到兔子。叶有林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叶晨，我要是能抓到猎物，那之后出去肯定是最威风的那个。自己这样子哪点都好，就是太好面子才会被人哄得团团转。要真是没荒废的兔子洞，倒是可惜。男人首先将准备好的竹子用力插进土里，然后又将另一根竹子掰弯，再把两端也都插进土里，最后将绳子连着的小木棍穿过来，用一根胡萝卜将其固定住。二叔，这样就能抓到吗？等着吧，说不定就有兔子钻进去，只要被套住就跑不了了。竹片很结实，一半都插进了土里，就算是3、4斤的兔子，被套住也绝对跑不了。陷阱做好了，我们先下山吧。二叔，我们还没见到兔子呢。明天我带你们来看陷阱，说不定能看到活着的兔子。两人只能无精打采地跟在后面，叶晨走在前面，忽然停住脚步。咦，山鸡脚印。哪呢？真的有。二叔，附近会有山鸡吗？往这边去了，跟我来。不多时，三人到了小黑山脚下一处隐蔽的山坳中。没意外的话，山鸡应该躲在灌木下面抱团取暖。二叔，这里有山鸡吗？叶小云左手捂着嘴，低声惊呼，右手指着前方地上掉落的一根鸡毛。叶晨屏住呼吸，双手猛地拨开灌木。山鸡尖叫着，瞬间炸窝。叶晨左右手各抓了一只，地上还有一只被压晕了的，一共抓住3只山鸡。可惜没有工具，跑了几只。我抓到山鸡了！叶小云邀功似的举起手中的山鸡。小云真厉害，走，今天晚上有鸡汤喝了。一个泼皮，昨天抓兔子，今天又抓到了山鸡，凭什么他能有这么好的运气？哇，竟然有4只啊！你们怎么抓到的？二叔可厉害了！我们下山时，他看到了山鸡脚印，就跟着脚印去了山坳。二叔一个人抓了3只，我抓了1只，就弟弟没抓到，还让3只跑了。竟然找到了山鸡窝，你们运气不错啊！才不是运气，是万叔厉害。二郎，这山鸡你准备怎么办？山鸡虽然没昨天的兔子大，却比兔子值钱。要是拿到县城酒楼，1只能换15斤粟米。吃啊，还能怎么办？晚上先炖1只喝汤，明天再炒1只吃肉。陈巧翠的眉毛都快皱了一起了。这才黄时节，哪有人一天舍得吃1只鸡的？二弟，家里没粮了，那剩下2只你们处理吧，反正我们仨抓的，我们要吃2只。那成，2只也能换20多斤粟米呢。那我明天进城一趟，把剩下2只换成粟米，顺便把柴也卖了。我明天懒得出门了，你可以穿爹的狗皮袄去。好，看来虽然二弟变了，但本性还是懒啊。竟然连着2天吃肉，以前想都不敢想，我现在感觉身子都轻快多了。你之前还说小陈想骗田契呢。以前小陈那德行，我哪敢信他突然就变了。小陈都18了，该开窍了。是，开窍了。要是他每天都能抓到山鸡，咱们日子就好过了。做什么梦呢？以前咱爹身体好的时候，10次上山有8次空手回来，还想天天捡山鸡。他爹，你说二郎要是想当猎户，那之后家里的田不就都归我们种了？归我们种，种出来的粮食也得分给小陈1半。那也成啊，给别人当佃户，只能分3成呢。明天跟我学射箭，学会了我把弓给你。真的吗，爹？呵呵，
你以为射箭那么容易学的？你要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以后别想碰弓了。要是学会了射箭，那竹签上的袍子，甚至是狼王就都能拿下来。男人正在拉弓，可一旁的老头却捡起一块石头，直接塞进他肘弯。夹好，别掉了。男人只能将石头夹好。不到1刻钟，叶晨的手臂开始微微打颤。原主这体质可真菜啊！定住眼神，看着前面的树疤，这就是猎物的眼睛，看着它，直到在你眼里大如磨盘。叶晨紧盯那拳头大的树疤，本已疲累的身体里却仿佛涌进一缕清流。那树疤在他眼中不断放大，像透过望远镜看得无比清晰。爹，再来！弓弦嗡地弹开，箭矢直射而出，只差一点就射中了。之前怎么没发现？这小子竟有这等剑术天赋，果然是继承了我啊！不错，多练练应该能有我几分本事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耍威风了。这牛角弓还是我当年从军时候教过的，现在给你了，好好对它，每天记得用松香擦1遍。谢谢爹。有了狗皮袄和牛角弓，我也算是个真正的猎户了。爹，我回来了，粮价又涨了，2只山鸡加上卖柴的钱，一共300文，才买了26斤粟米。这么点，即便一家子省着吃，恐怕也只够吃10几天。嫂子别急，明天我再上山一次，打点猎物就是了。爹给弓给我了，以后我可不止猎山鸡了。挂签刷新了。金石潭。关键是鱼虽然算肉类，但想要好吃必须得用油煎，可家中只有1只山鸡了，今天吃了，明天就没肉了，再不弄点肉，以后还是只能吃野菜糊糊。射箭还差点火候，其他2个目前还是没办法。犹豫片刻，他还是拿走了第1支签。鱼肉也是肉啊，还有前天做的陷阱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上货。又上山去，这泼皮真该受了。你可小声点，孙寡妇就是叫了他一声泼皮，连他女儿都不要了。那人嘴上不服气，本就是个……话没说完，一道如炬的目光扫来，再看那手，已经摸上腰间柴刀了。小陈啊，上山打猎。陈叔啊，你家是不是还有2只鸡？叔说着玩呢，你别在意。这泼皮的人设还挺好用。这哪里该受了？他抓的怕不是山鸡，是谁家养的吧？不可能，我亲眼见着叶大郎拿去县城卖的，就是山鸡。你意思是他真的会打猎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老爷的儿子会打猎，有什么奇怪？狗屁！你们不知道，我可知道，他那只兔子是撞死的，被他捡回去的，还有那几只山鸡，就趴在窝里，小孩都能抓住，这也算是打猎。上次要不是叶晨，兔子就该是我捡了，还想让我还银子，没门！张三坡，那不是你小兄弟吗？怎么刚刚躲在路边，也不上去打声招呼？谁跟他是兄弟？叶晨，我今天就在这里等你下山。奇怪，前天做好的陷阱，机关好像是触发了，怎么猎物没看见了？随后叶晨顺着绳子就将猎物抓了起来，是一只灰松鼠，难道是被胡萝卜吸引过来的？没想到被套索套住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叶晨却解开套索，直接将其放走。原来你家在这。叶晨抽出柴刀，一刀劈了上去。刚到家的松鼠只能跳到旁边的树上。果然藏了不少啊！前世就听说松鼠酷爱储存过冬粮食，常把坚果藏满树洞，甚至藏得太多，自己都忘了地方。这小松鼠个子不大，倒挺能藏的。本被吓得惊慌失措的松鼠还没离开，对着下面滋哇乱叫。饶你一命，当然得拿些买命钱。不错不错，坚果这东西虽然不算荤，但其中全是油脂，稍微炒炒就喷香。这些松子坚果小孩应该也会喜欢。接下来叶晨没有耽搁，直接往金石潭去。突然江晨的目光在10几步外的一处雪堆上划过，顿时警觉起来，转瞬牛角弓已握在手中。别紧张，我是前面长河村的贾凡，从那边上来。我看你眼力不错啊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爹是叶有灵。难怪我说这弓看着眼熟，是把手艺传给你了。我才学打猎，上不得台面。
别走啊！今儿还没见红吧？拿着，算见面礼，替我给你爹打声招呼。这贾凡看来射艺也不差，还和老爹一起进过二黑山。对了，前面有个暗窝窝，你要是去，小心点。最好还是别去，小心掉里面。啊，那我再到别处逛逛。我也换个地蹲，这地方斑鸠都被你惊走了。贾凡怕是发现狍子的踪迹了，不想让我发现，看来得抓紧时间了。哪怕剑术三脚猫，只要距离够近，总能射穿狍子皮肉。心中思索着，叶晨已经往金石潭走去。幸好刚刚用2只斑鸠枝走了这小子，不然那狍子就要被他发现了。这鱼比我预估的还大，已经接近2尺了，恐怕有14、15斤重。将草鱼扛在背上，江晨正要回去，低头一看，才发现刚刚太过兴奋，靴子已经进水。完了，得快点回去了。江晨心中紧张起来，这天气要让潭水进了靴子，时间一久，说不定皮肉能跟皮靴粘到一起。跑到村口时，天色已经昏黄。好大的鱼，这鱼够吃1吨了吧？这是一家老二，又带东西回来了。叶二郎哪抓的这么大的鱼啊？潭里。真的假的？金石潭有这么大鱼，我怎么没见过？二郎，乡里乡亲的，说说呗，我们家里都快没吃食了。就在金石潭，我运气好，抓到1条。还有嘛？金石潭里什么时候少过鱼？不过能不能抓到就看本事了。这大冬天的，谁敢去金石潭捉鱼？要是失足掉下潭，那可是死死无生。也就是叶晨这不要命的，才敢去那边吧。二叔，我帮你拿。不用，赶紧回去，让你娘烧一盆热水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这小子运气这么好，鞋子都湿了，这下还不是要落到我手里了。叶晨兄弟，真是好大一条鱼啊！一边去。几天没见，怎么这么生分？你这腰上揣的是什么啊？别又捡了一只兔子吧？说话时，手还往叶晨装着坚果的布袋摸去。让我看看呗，又不要你的。哼！你，我就问问你打人干嘛？叶晨，你现在有本事了，就不认当初的兄弟？这是把之前撒泼耍赖的手段用到自己身上了。这2人不是关系挺好吗？怎么闹成这样？嘿，现在叶家小子要改姓了，不想再跟这泼皮扯上关系。那这是胡搅蛮缠上了，这张老三心眼坏得很。叶二郎靴子都湿透了，不赶紧回家用热水泡，过会儿该冻伤了。姓张的，你是欺负我们外姓没人是吧？叶晨抬头，只见围观的人群外，叶有林和叶田走了过来。谁欺负谁？明明是你儿子打我。别拿泼皮那一套对付我，老子是泼皮的祖宗。老子摸的人比你杀的鸡都多，跟我玩泼皮无赖这套，跟我滚！男人今天回家，他爹却要主动给他脱鞋，可男人刚准备将脚伸进水里，却又被突然抓住。等等，冻成这样，不能直接泡，先搓热了再说。老子给你按脚，你还不好意思起来？前世没有感觉到家的温暖，反倒是穿越到这荒野，反而老爹和兄长给了一种家的感觉。爹，我这不是怕遭雷劈吗？呵，雷要是想劈你，早就劈死你了。这时，叶田也跟了进来，将大鱼往地上一放。哇，好大的鱼！我都说了，比我还大的鱼，又有肉吃了。明天还能跟小伙伴讲讲鱼肉是什么味道。二郎，这是你抓的？费了些劲。这下好了，过冬的肉都有了。冬天抓鱼，你简直是太疯了！金石潭那边稍有不慎，可就真的没命了。爹，我有分寸。其实我是路过时看到一条草鱼翻着白肚，才用鱼叉插起来的。你小子！爹，我今天在山上碰见另一个猎户，叫贾凡，他说还跟你认识呢。这个贾凡，我的确和他一起进过几次二黑山。他最擅长寻踪访迹，只要猎物有踪迹，每次都能找到。他还送了2只斑鸠给我。他可不是什么老实人，跟你说那些，怕是发现了猎物踪迹，不想让你过去。狍子，是狍子。这大冬天正是猎狍子的好时节，往年都被其他猎户撵进二黑山了，没想到小黑山还有。应该是狍子的脚印，我认得。可惜了，我现在上不了山，只能让贾凡独吞了。爹，我想试试。二叔，有人找。难不成是昨天张三坡丢了面子，
今天又上门来找麻烦。两世为人，穷过苦过，还没怂过，三番两次找麻烦，真当俺是泥捏的不成？叶晨顺手就将柴刀拿起，直奔院外而去。走出院门，凶厉的目光扫过，却只见到大门外立着个神情紧张的少女。看着凶神恶煞的叶晨，提着柴刀冲出来。心中的月坠落，往来着，不管我。放开！你想干什么？没，就出来看看谁找我。出来看看都要拎着柴刀吗？果然传闻都是真的。二郎，莫要冲动。咋回事这是？我以为是那泼皮找麻烦，没想到。敢问姑娘芳名？沈艳秋。秋叶灵艳，研墨作诗，好名字啊。这三山村绝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，没想到传言中的泼皮还能说出这种话来，看来传言也不能全信。二郎这是城里去多了，说话跟戏台上似的。沈家丫头啊，你这大早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听说昨天叶家二郎抓了一条鱼，爹爹最近生病，想换些鱼肉炖汤，给他补补身子。这是2斤粟米，能换点鱼尾巴附近的肉就行。原来是换鱼肉啊，可鱼尾巴哪有多少肉，还全是刺，正好我才把鱼头剁了下来，炖汤最适合不过，马上给你拿来。多谢婶子，我家粟米不多了，给钱可以吗？嗨，一个村的，计较这些干啥？婶子正好还有事求你呢。沈艳秋没来由地看向江晨，听说这叶家二郎因为名声不好，讨不到媳妇，之前还要花50两聘礼娶妻，结果也告吹了。要是这江家婶子想给说媒，该怎么拒绝？其实这江晨长得不差，又有打猎的本事，还能说出秋叶灵艳，研墨作诗，好像跟其他的村中百姓不同，就是名声太差了。婶子这鱼太多了。不多。我家那孩子，他爹给取名叫叶能文，盼着他以后能读书写字，可到现在还没读过书。明年开春，我想把他送到沈先生那里读书。沈艳秋一愣，原来是这事，刚刚在想些什么？二郎，这大雪天的，你把沈姑娘送回去。不用麻烦了。没事，正好我也准备出门，顺路。看你这样子，你怕我？我没有，只是觉得你跟传言中的不一样。传言中我是什么样的？泼皮无赖这都是他们说的，我可没这么说。那实际呢？有一点凶，但知理，还会打猎，是个有本事的人。爹，您怎么下床了？我只是染了风寒，又不是要死了，总不能天天躺床上。下着雪，你一大早出去做什么？我听说村里有人抓了条大鱼，就拿粟米去换了鱼头和鱼尾，给您炖汤补身子。家里的粟米不多了吧？没事的爹，省够吃一冬了。等我风寒好了，进城一趟，还有些贴身之物能变卖。主要是得再抓些药，等再下2场雪，可能就上不了县城了。好大的鱼头，这大冬天的，鱼儿不好捉吧？是村里一个叫叶晨的猎户，在金石潭抓的。叶晨是那个卖光家里过冬口粮的泼皮。爹，您不是常叫女儿人言可畏吗？我觉得她跟传言中不一样。秋儿，你可别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，这类不学无术之徒最是会哄人了。爹，您想什么呢？我去炖汤，您再歇会儿。秋儿，之后别去见他。这5支箭我都重新磨过了，现在就算你力道差些，50步内也能穿肉破皮，不过耐用性差了很多，最多用2次就废了，省着点用。可惜今天下雪，上不了山。这是好事，你上不了山，贾凡自然也上不了，而且大雪会掩盖一切踪迹，等雪停了再上山，他就得重新找袍子的踪迹了。这是你的机会，你要是能先找到，自然可能先猎到猎物，这一局就算你赢了。对啊，只要山上的雪停了，就是猎袍子的好机会。终于还是被我找到了。叶晨在雪地上看到一串梅花状的蹄印，比野兔的大些。他身形趴得极低，这样往前挪了大约300步，叶晨终于见到了那3只袍子。叶晨距离袍子还有100步，
尚没有到他有把握的射程。他屏住呼吸，一点点往前挪。狍子好像感觉到了危险，也往前踏了半步，前腿微屈，像是随时要窜逃。若是放空，惊到了猎物，可就白跑一趟了。而前腿肌肉最薄，射中虽不会立刻致命，却能顺着血迹追踪。公狍子吃痛，发出撕心的嘶鸣。你小子寻踪的手段比我还强，就是剑术差了点。你跟踪我，我来的是时间可比你早，只是你运气更好而已。而且我把公狍子让给你了，现在公的归你，母的归我，小的嘛，谁打到归谁。特意打磨的箭头果然管用，射入的深度比想象的更深，彻底废了狍子的奔跑能力。叶晨休息了好一会儿后，才将捆好的公狍子往回拖。忽然看见贾凡气喘吁吁地扛着母狍子往这边跑。怎么了？贾凡没答话，只是回头看去。叶晨的目光投过去，要是找到狍子之前碰上狼王，说不定就成猎物了。妈的，果然老狼比人还尖，得找个时间把他猎了，否则以后哪敢上山？还不快跑！这他妈是狼王，比人还尖，他要是吃不饱，说不定就开始猎人了。一起走，不然他可能会追上来。贾凡带着叶晨，两人以最快的速度下山。嗨，怕了！第一次见到野狼王，没吓坏算你胆子大了。我只是没见过这么大的狼而已，有什么怕的？好，你没怕，我走了，早点下山吧。我要猎那头狼王，一起吗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你不要命你就去，我可不去。那种老狼越老越奸，会骗人，会设陷阱，会统御一整个狼群。这次算我承你的情，下次若是发现猎物，我喊你一起。你要是被狼王吃了，我给你添一铲土。贾凡不知道，狼王是被逐出狼群，没有同伴，而且已经太老了，一只幼狍子不够他吃多久。回去好好准备，未必不能猎到。很快，叶晨也拖着狍子来到村口。二叔，让你爹来接我，累死了。好。狍子哪来的？当然是打的，没看脖子上插着剑吗？叶二郎真把他爹的本事学去了，愈发厉害了。难怪那些钓到大鱼的人会迷路一天，这打到值钱猎物的猎户怕是一样。这狍子你打的？难不成是他自己撞见上的？晚上吃烤狍子肉，让嫂子多撒点盐。叶二郎，狍子肉卖吗？对呀，卖一点吧，让我们也尝尝鲜，今年都没吃上肉。问我哥，我先看看怎么处理，要是卖肉，一定跟大家说。小陈，这真是你打的？不然呢？这剑还是爹特意磨的。你怎么找到狍子的？运气好而已。打猎运气确实重要。你还没娶妻，明日拿城里卖了，卖的钱你留一半，剩下买粟米应该够吃一冬。不成，皮子拿去卖就可以了，吃肉留一半，剩下的在村里卖了吧。这小子什么家底呀，敢这么造？寻常人家1月吃一次肉就不错了，咱家里10日吃一次如何？李正他们家也就这个标准了。打了不吃，那我打猎干啥？不如继续当泼皮算了。好，按你说的来，按你说的来。那你去李正家里借辆驴车，明天和你大哥一起进城。叶晨，你来干什么？怎么这副嘴脸？我好像没有得罪过他吧？陈大哥，我这不刚打了狍子，给你们送点肉来。你这运气咋这好？叶家二郎啊，进来坐。你有心了，打了狍子还想着送点来，坐会儿喝杯热水。陈叔，我就不做了。今天来主要想借您家的驴子用一天，明天进城一趟。可以，要板车吗？要的，回来可能要稍买些东西。成，我让玉堂把车套好，明天一早你过来取就是。谢谢陈叔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爹，你借他车干嘛？这冬天路多难走，伤到驴子咋办？你都把肉收下了，我能不借？要不是他突然开窍了，叶家那几块水田明年就该是咱家的了。急什么？我就不信他运气能一直这么好。
而且就他这么败家，多少家产也不够败的，等着吧。李正家里没量过冬，想这些铜钱，给他那2斤粟米，别让他再来了。事没办成，还好意思耍泼皮无赖那一套，真以为我们好欺负不是？这是我爹心善，赏你的，以后别来了，我家不欠你的。陈二哥，当初说好的，我让叶晨卖了家里的口粮，你们给我1两银子啊，说好的1两银子啊。做你的美梦去吧，我们没拿到地，哪有你的银子？你看看叶家日子现在过的，整日大鱼大肉，像是要卖田的样子吗？可这也不是我的错啊，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。赶紧滚远些！我和爹还跟你好生说话，你要是再纠缠不休，等我大哥回来，可就不是这样了。陈家老大陈玉坤在县城管着青楼，手下有7、8个壮丁，随时呼来喝去的，真惹恼了他，自己恐怕得缺胳膊少腿，甚至死在哪个阴沟也未可知啊！叶晨，你为什么还活着？都是因为你，我才落到这步田地。叶大哥，狍子肉还有吗？就剩几根骨头了，你应该不要吧？果然还是来晚了。有的，家里还留了一半，本来是自家吃的，给你匀出一些来。那我要1斤。此时叶晨正好回来。二郎，怎么样？说好了，明天卯时去拿车，然后进城。你们准备明天进城，能带上我吗？我可以给钱。你爹的病还没好，这场雪下来，病又重了，家里的药也快吃完了。那就一起吧。那我明天早点过来，谢谢陈哥。我和你婶子去把狍子皮和脚卖了，你带着沈丫头去典当行，之后再去抓药，之后办你自己的事。申时之前，咱们就在城门口集合。两位当些什么？我们春风典当行，金银铜铁、锅碗不一都收。沈艳秋拿出发簪递了过去。银台花枝腰，翠色飞边，珠坠缺水，玛瑙开裂。你胡说，我这明明是好的，拿过来，我不当了。掌柜见叶晨猎户打扮，还背着弓箭，这只是行话，两位别介意，我也不多说了。若是真想当，我给你个实价，3两银子，当期6月，如何？这簪子竟然值3两银子，差不多是3只狍子的价钱了。看来沈朗父女以前的身份不简单啊，起码曾经也是大家子弟。低了啊，那5两银子，这是最高价了。叶晨回头看向沈艳秋，沈艳秋忽然觉得有了底气。8两，不然我就换一家当铺。得嘞，8两。刚才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若不是你在，我怕是卖不到这个数。光说谢，可没什么诚意。那我请你吃羊肉面，怎么样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今天吃太饱了，下次吧。这小姑娘防御太低了，斗一斗就脸红。那就下次。我们接下来去哪？早上竹签显示东市摊贩有人正在售卖药材，其中掺杂一根不为人知的野山参。不如我们去东市看看。竹签说的没错，果真这人把人参当作桔梗在卖。老板，桔梗怎么卖？不认识啊，牌子上面写着呢。我看别家都是10文1斤，我家的12文1斤，不还价，不买别耽误事。还是你家的品相看着好，称1斤吧。算你小子有眼光，自己挑，保证比别家的效果好。这桔梗明明没刚才那家品相好，还贵2文，你怎么偏买这家的？你认得药材？看过些医书。看看哪株不一样？什么不一样？不都是桔梗？这是野山参，你怎么认出来的？就摆在那啊，你能认出来？我怎么会认不出？我可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。可认的和一眼认出是2回事。看来那些说你不学无术的传言都是假的。我是终于要摆脱原主的泼皮人设了吗？不过无赖好色大概是真的。我必须严正声明，这才是最大的以讹传讹。那现在去药铺。老掌柜慧眼，您给看看价。可惜了，采摘的太早，年份不到3年，晾晒时又没上新，根须掉了大半，品相太差。还请掌柜开个价，搁在我手里也是糟蹋了。2两5钱银子如何？这品相，车价一时顶高了，全当是结个善缘。日后你在山上再采到草药，尽管送到我这儿来就是。没想到这品相破损的野山参竟能卖2两5钱。掌柜这么说，那我也不往上叫了，按您说的给就是。爹爹，这是叶家大嫂，这是叶大哥、叶二哥。今天多亏了他们，我才能把粮食和药买回来。一听到叶字，沈朗的笑容瞬间僵住。
叶晨，沈先生好。那些是我家的。叶晨以一手一袋提了起来，径直踏进沈家大门。叶晨踏进院子，嘴角是压不住笑意。燕秋，放哪？就是出了一趟门，这小子燕秋都喊上了。你千万别被那泼皮骗了，你们不是一路人，知道吗？爹，我都说了跟他没什么，你别瞎想了。这样最好，以后你跟他少来往就是。爹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小陈，我们就捡点柴，不用跑到这丛林深处吧。今天特意叫上大哥帮忙，他怎么就打起了退堂鼓？再往前走走吧，我再看看有没有猎物打一下。再往前走也是白费力气，但也不能打击弟弟的积极性。行，那就去吧。眼看快要到目的地，叶晨刻意落在后面。小陈，快来！叶晨走过去，只见到一棵松木倒在面前，粗不过半尺，但这可是松木，松木这被雪压倒的，我们可以搬回去吧？肯定能，快来搭把手。这一棵松木可是值1两银子啊，带回去，等你成亲可以打张床了，用个10几年都不坏。两人费了很大半天，才将松木拖到村口。回去还有很远，我找2个人帮忙。等叶田走后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。叶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哼，你不用装，我知道你现在得意得很，以为打了些猎物就能引起我的注意了。这什么脑回路，简直经得外交理论。行吧，我承认你现在确实比之前有本事了。听说你昨天打了一只白狐，把皮子送给我，我就当之前的事没发生过。聘礼嘛，我娘说40两就行。妈的，怎么这种自以为是的普信女哪都有啊？一边去，我还有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滚一边去，我现在没时间搭理你。孙婶、陈花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叶晨不会再变成之前那样，把家里的东西拿过去送给陈花吧？叶晨说把昨天打下来的狐皮送给我，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收呢。那狐皮不是说值7、8两银子，叶晨送人了？说送就送，不可能吧？说话时，陈花的手就顺势向叶晨伸过去，眼神还带着几分祈求。叶晨一巴掌甩过去，将陈花的手拍落。哥，他得失心疯了，做白日梦呢。陈花得意的脸色腾一下涨红起来。哈哈哈！我就说那张狐皮可是值8两银子，怎么可能说送人就送人？这陈花现在是嫁不出去的失心疯了吧？顾大哥、顾二哥，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，不就是搬个木头吗？你们一路搬下来都累了，我们俩来吧。真是棵好木头啊，这么才足够搭张床了。你们在哪找到的？我哥眼尖看到的，我都没发现。要么说你们家运气好呢，我和二弟也上山了，就打了一点干柴。叶晨，你走了就再也别回来找我了，你一辈子也别想再见我。一言为定。我都说了让你态度好点，态度好点，你怎么又把人气走了？你还说，要不是你骂叶晨，50两聘礼，我们明年就要成亲了。叫他泼皮，那能算骂吗？他本来就是。你还说，我撕了你的嘴。你疯了，我可是你娘。估计要不了多久，立正就会上门了。狮子砍伐山中整木，可是要受罚的。怕什么？反正断茶在这呢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别，等会儿拿3斤粟米回去。不用，就这么一小段路。这木头可不轻，要不是你们俩，我还拉不回来呢。下次有什么活再叫我们。我们兄弟俩别的没有，就是有把子力气。真是好一棵松木啊！你们费了不少力气拖回来吧？陈叔好，我就看看松木，不是砍的就成。不早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张三婆活着没？让她过来见我。就是那种被注视的感觉，似乎有人在跟着，对方竟然跟到了村子外，那必定有别的目的。叶晨面上不动声色，继续朝着小黑山走去。到底是好奇自己为何总能打到猎物的村民，还是有其他目的？叶晨每次不着痕迹回头，却没看到任何人影。对方为了不被发现，恐怕跟得极远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。叶晨逐渐加快脚步，走了半个多时辰后，站到了小黑山南峰。他一跃跳进了灌木丛中，等了半刻钟，才看到一个人影半弯着腰，顺着脚印爬上来。再一再二不再三，这张三婆还真以为自己没脾气。叶晨立马拉弓，屏息凝神，
短暂停顿后，叶晨还是将手中的牛角弓下挪了3寸，随后松开了寇贤的右手。我还以为是有山狼跟上我了呢，原来是你啊！什么山狼？这里哪有狼？你就是故意的！你完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要去官府告你持弓伤人，你等着被流放吧！既然这样，那恐怕没办法让你回村了。这样应该没人知道吧？之前怎么没发现叶晨这么狠？你别干傻事，这是不对的。只要没人知道不就行了？反正这种事在山上很常有，随便往哪个窝子一塞，等有人找到你的时候，就只剩骨头了。饶过我，求你，我只是好奇，想跟过来看看而已。只要你放了我，我绝对不会告你，而且之后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说吧，谁让你跟着我的？我不想说，还是说真的只是你好奇？我说，昨天早上陈玉堂来找我说让我跟着你，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打到猎物的。就算找不到原因，只要跟着你，知道你每天去哪，就给我1两赏银。果然是他啊！果然，土地是所有地主的逆鳞。你和陈玉堂什么时候开始勾搭上？你为他都做过什么事？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消耗我的耐心，或者骗我，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。我说，很早之前陈玉堂就联系我了。秋收之后，陈玉堂听说你家里收成不好，就找上我说，只要能红一代家，让你们家过不去这个冬天，他们就给我1两赏银。本来你把口粮的口粮卖了，我就能拿到钱了。可谁能想到你突然运气这么好？就这些？真的就这些了？我真没做其他的，快带我回村，不然我真的要不行了。原来如此，从始至终都是陈丰田在背后谋划，这陈家还真是为了兼并土地，无所不用其极啊！求你了，救我！等回了村子，我还能给你作证。哼！你说了，只要我说出来，就放过我。能不能活着走回去，就看你自己了。一抹灰影正从远处踱步而来。当他看到雪地中扭动的张三坡时，张三坡忽然听见身后传来沉闷的兽喘，他回头时正撞见一头恐怖巨兽张着血盆大口朝自己扑来。叶晨于峰顶冷眼看着，下次见面我就会结果了你。虽然给狼王送了顿饱餐，也顺便处理了麻烦。张三坡不是孤家寡人，家里人大概率会喊人上山寻找。现在人被狼王吃了，算死无对证。除此之外，也借这个机会确定了狼王的状态，前腿一道撕裂伤，一直延伸到腹部，应该是被有角的动物顶的，尚未愈合。可就算是冬天，这么重的伤也不会凭空愈合，尤其是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，再让你多活2天。回到村口，叶晨刻意在村内转了几圈，确定有人看见他打到的长尾雉鸡才回家。这小子还好意思说运气不好，我们打的是山鸡，他打的是长尾雉鸡，1只顶我们5只不止啊！早知道我们就不该说山鸡的位置。知不知道什么叫吃运？是不是就算我们吃了，也找不到长尾雉鸡？爹，张三坡的婆娘找上门来了。干什么？白天张三坡跟着叶晨上了山，可这都天黑了，他还没从山上下来，他婆娘担心，就找上门来了。他婆娘知道张三坡是在给我们做事，这么晚了还没从山上下来，再等等，说不定是跟得太远了。叶晨呢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天黑前1个时辰就到家了，还在山上打了1只长尾雉鸡，不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法子，天天上山都能打到猎物。别是张三坡跟踪时被发现了吧，然后被叶晨给……陈玉堂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让我男人去做事，他这么晚还没回，你们得负责。爹，要不我出去把他赶走？好，你们不管事的，我就把你们要干的事全说出去，等着吧。到时候你们在三山村肯定没法立足。这个张三婆怎么什么都说？我都说过了，让他把嘴闭紧。行了，把他叫进来。三叔，我家男人在山上还没回来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啊。他自己跑上山，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别在我这里胡搅蛮缠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让他干什么，你不是让他跟着叶晨吗？现在叶晨回来了，他没回来，那肯定是出事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我闭嘴？我凭什么闭嘴？要是我男人死在山上，我就赖上你们家不走了。你先坐下歇歇，
他说不定正在下山的路上。再说现在天已经黑透了，就算他没下山，我们也没办法去找他。这样，要是他今夜没回来，明天一早我就组织村里的猎户上山找。行，那我今天就不走了，等找到人再说。找一间厢房安置，明天早上找几个猎户上山，看看张三坡到底是生是死。好，亏我还以为那老狗是个良善老者，没想到是豺狼一样的人物，为了谋夺田地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来。为了2亩田，就想逼得我家断粮，甚至差点害了你性命，现在还不放弃，这陈丰田，我还真是小看他了。爹，你觉得怎么办？张三坡呢？小黑山里来了一头老狼，我将它引到南峰，放了血，引来了狼王。张三坡现在应该已经消失了。小黑山有狼？有，我碰见了2次了，是一头老狼王，很奸诈，踪迹藏得很好。做得不错，你要是做得不干净，我们就只能趁夜屠了陈丰田满门，再逃亡去了。明天一早，陈丰田肯定会带人上山找张三坡，到时候叶晨你也跟着一起，若是有什么遗漏，就遮掩一下。至于之后，总会有机会。陈玉堂、陈丰田一个都跑不了。二叔，我可不可以拔2根雉鸡毛做毽子啊？二叔，我也要。成，除了尾羽，你们随便拿。这尾羽真够漂亮的，已经活了不止几个冬天，肯定狡诈得很，没想到竟被你猎到了。做箭羽怎么样？极好，有这尾羽，你的箭能多往前飞10几步，箭速也会变快，无风时60步内，一箭毙命狍子不成问题。这些尾羽足够打造8支箭，8支特制的雉羽箭，不知道够不够和狼王决一死战。张三坡一夜没回来，不是被冻凉了，就是被狼吃了，还找什么？小黑山上可是有一头狼王的，若是上山都得结伴，离了队可能引来群狼。狼王？怎么可能？小黑山上怎么会有狼王？不会是山里没食物，要闹狼灾了吧？你们在山里见到狼吗？我没见到，不过叶晨见到了。我上次猎狍子的时候见到了，看着有牛犊大小，应该是狼王。隔壁村的贾凡也见到了。牛犊大小，那真是狼王啊！不会成了精吧？狼灾了，肯定要闹狼灾了。李正，挖壕沟吧。天气冷，怎么挖壕沟？到时候把村里的巨马搬出来就行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先把张三坡找到再说。有狼王，我可不敢上山去。我也不去，即便说了要结伴行，但牛犊大小的狼王，想想就吓人。我去吧，不过还得来个人跟我一起。没想到叶晨竟会主动上山，此刻冒险去找人，总不至于是什么兄弟情深吧？难道想毁灭证据？那我也去。我也去吧，人多安全些。那也行，你们几个辛苦一趟，结伴走，不管找没找到人，回头都来我家拿5斤粟米。玉堂，你也跟着。啊，我去干嘛？我又不会打猎。让你去就去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拿一把坡刀，跟着他们就行。那就这样，不管能不能找到，天黑之前一定要下山。其他人跟我把库里的巨马搬出来，在村外摆好。1刻多钟后，叶晨几人登上小黑山。叶晨，你真的见到狼王了？我骗你干嘛？比牛犊子还大。那么大不得成精了。要不我们还是下山吧。张三坡一夜没回，不是被狼吃了，也是冻凉凉了，还找个屁。二郎，你是在哪看到狼王的？咱们先去那儿，要真是被狼王吃了，也省得我们漫山遍野找。啊，还去找狼王？你们不要命了？你要是不去，就留在这儿。那我还是跟着你们吧。在南峰。走。几人还没到南峰顶，好像是有东西，小心点。一片白茫茫中，红色格外扎眼，几人都紧张起来，各自把长弓握在手里。下面被封的山坳像被什么重物反复碾过，还有一些随处可见的碎布。这是狼吃人了，真吃人了。顾金山捡起一片布条，上面还露出几撮灰白色的兽毛。是狼。地上的爪印肯定是头老狼王，娘的，真要闹狼灾了。陈玉堂全身颤抖。人呢？你以为狼捕猎是为了玩，人肯定是被吃了个干净。那我们走吧，别待在这儿了。回村吧，跟李正说，人找着了。顾大哥，找到人了吗？应该是找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应该是狼王干的，现场一片狼藉，腥味很重，只留下些破棉袄碎片。张三坡估计是上山时撞见了狼，这大冬天的，狼王也是饿极了，他毫无防备就被狼网扑了。
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害了三坡。嫂子，这是什么话？我和三坡这2天虽然有些嫌隙，可怎么也是结义兄弟，手足亲朋，有什么理由害他？再说人是狼王咬的，大家都看见了。就是你，因为李正。赶紧来2个人，给他灌2碗凉水，别悲喜过度，得了失心疯。嫂子别急，这仇我一定替义兄报了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狼真的是狼王，那脚印比牛犊还大。叶晨说的是真的，我回来的路上已经吐了3次了。张三婆在哪发现的？南风一个山坳里，狼王应该就在那附近。张三婆没事跑到南风那儿去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爹，要么我们去大哥那躲躲吧，过了冬再回来。真要闹狼灾了，我们赶紧跑吧。所有人都说张三婆是被狼咬死的，怎么总觉得不对劲？村里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怎么闹出这么大动静？是狼灾，李正号召村里的壮丁把巨马搬出来，提前防备呢。狼灾啊，还真是哪里都不得安宁。你最近就别出门了。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你来干什么？明天辰时在这等我，带你去永年县看戏。燕秋，谁呀？辰时啊。我不。话还没说完，叶晨已经跑开。那边沈朗也走了出来，看向大门外。怎么没人？是村里的孩子捣乱，我一开门就跑了。那赶紧进来，外边风大。要说跟叶晨再去县城一趟，爹爹肯定不会同意，但总得跟他说清楚，不然他会白白等在门外吧。第2天辰时未到，沈艳秋就等在门外了。等了片刻，脚步声远远传来，抬眼时看到叶晨一身皮袄，肩上斜挎着张弓。之前没发现，这泼皮长得倒不输京城那些翩翩公子。走吧。我不去，我是来跟你说清楚的，爹爹不喜欢你，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了。之前的事，谢谢你。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跟我走。叶晨一把抓住沈艳秋冰冰凉凉的小手，拉着就往里跑。没说清楚吗？还是叶晨没听见？不可能，他肯定是装的。这登徒子，这是沈家丫头吧？快上车坐着。爹，你腿还没好透，要不还是让大哥来吧。什么没好透，早就利索了。再说赶车又不用我走路。叶老头又打到什么好东西了？红白脸儿，皮毛一点没伤着，难得啊，还得是你啊。不过我听说你伤着了腿，这是又上山了。我儿子打的，不是我。李叔好。不错不错，一看就是拉弓的好手。以后打到东西先往我这送，保准给你实在价。多谢李叔，下次我肯定过来。别说以后了，这皮子你先给个实在价。这包皮的手艺，永年县里升第2，怕是没人敢称第1了。今天皮子行情涨了，这张卖到9两市场价，碰上个舍得的主，给10两也可能。那你是舍得还是不舍？你这么久才来一次，我还能坑你不成？10两5钱，这价格够良心了吧？我收了这皮子，还得等个大主顾上门，不然银钱都周转不开。一张袍子皮才卖不到半两银子，这狐皮竟然可以卖出10两多的高价，果然不是同一个东西啊！行，那就这价。晨儿，你带燕秋姑娘去采买吧，我去找人给你重铸剑石。随后，叶晨带着沈艳秋来到聚乐楼。其实后面也一样的。没事，正好我也想仔细看看。叶晨对于这种娱乐项目自然是提不起兴趣，他心念一动，卦象浮现。第一个是右寿香，这是猎户常用的药膏，市面上虽能买到，却极少有人售卖配方。吴馆主之女失踪，提供线索可去聚乐楼换奖励。为何有人失踪会委托聚乐楼寻人？这戏楼难不成除了唱戏还有别的营生？最后一个是中凶竹签，只能直接放弃。叶晨直接取走了第2个卦签，卦签化作流光，在他面前解卦，眼前浮现出一座小楼。难道那吴馆主的女儿被拐到了花香楼？他随即看向第3枚竹签，就富家女子于风尘，难不成这个说的也是红青年？提供线索能去聚乐楼拿赏金，但要是能把人救出来，拿到的就是红和泰的悬赏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获利恐怕是数倍不止。还是算了，毕竟那可是写着中凶。这丹凤仙子真的活出了我想要的样子，要是能去见见丹凤仙子就好了。走，带你去见丹凤。你想什么呢？丹凤仙子怎么可能见我们？我只是说说而已。放心，山人自有妙计。掌柜留步，我们想见一见丹凤姑娘。
赶紧让开！丹凤姑娘不见外客。哪来的山野村夫？你这种人也配见丹凤姑娘？王掌柜，我已经连来3天了，你就让我见一眼丹凤姑娘吧。陈公子，丹凤姑娘是真的不见外客啊，她是郡城来的贵人，哪里是我能安排得动的？郡城来的，果然猜的没错。王掌柜，左边这个是我送给丹凤姑娘的见面礼，右边这个是给你的，只要你让我进去，这100两纹银就是你的了。陈公子，实在不是我不让你见，那丹凤姑娘是真的不见客。王向东，你当我拿出这几百两的东西是跟你闹着玩吗？花香楼的花魁，哪一个不想傍上我？我也不做其他的，只想见见你们戏楼的姑娘，有这么难吗？陈公子息怒，实在不是我不愿，是真的不能啊。丹凤姑娘我是真的得罪不起啊。呵，他得罪不起，你就能得罪得起了。既如此，那我也不为难你，你就帮我把这凤冠送给丹凤姑娘，只要她见了这凤冠，肯定会见我的。这等奢华至极的珠宝，不信有女人能拒绝。我只能试试。丹凤姑娘若是不愿见，陈公子千万勿怪。知道了，还不快去！王掌柜，等等，我也有义务请你带给丹凤姑娘。你真以为丹凤姑娘什么东西都收吗？赶紧给我出去！还真是不知好歹呀！我看你浑身上下也拿不出1两银子吧？难不成还能拿出比我的凤冠更贵重的礼物？赶紧出去，莫要我喊人赶你。算了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有什么东西就拿出来，让王掌柜给你一并带过去，如何？等丹凤姑娘见了这村夫送的寒酸玩意，一对比之下，才能明白我这凤冠有多珍贵吧？这不好吧？我的东西简单的很，只要将这纸握在掌心，交给丹凤姑娘，她肯定会愿意见我的。呵呵，你不会真把戏当真了吧？以为写2句酸诗就能骗得美人芳心？那不如就看看到底是你的凤冠有用，还是我的酸诗有用？那就看看丹凤姑娘到底喜欢你的凤冠，还是我的酸诗。王向东快步往聚乐楼2楼奔去。丹凤姑娘，景渊姑娘，有位陈公子托我来送样东西给你，只求能见你一面。王掌柜，我早就说过姑娘不见外客，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这次来的陈公子是永年县豪绅陈家的2公子，他二叔是永年县县尉，不是我能开罪的。呵，所以你就来烦扰小姐？行了，蓉儿，王掌柜在下面做事本就不易，这戏楼也多亏他费心维持。多谢丹凤姑娘体谅。打开看看吧。王向东这才小心翼翼将木盒打开，露出里面细雕鎏金的凤冠。行了，放回去吧。就这种凤冠，小姐要是愿意收，能堆满一整个屋子。那我这就去给陈公子回话。你掌心捏着的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猎户托我带来给您的，就写了几个字，想着姑娘肯定不想看，一个猎户也学人舞文弄墨，实在可笑，我就丢了去。猎户书生，怕不是看戏看入了迷，真以为小姐喜欢那些酸腐书生？既然带来了，便打开看看吧。我向来都一视同仁，我倒要看看一个猎户能写出什么。可看清纸上那3个字时，小姐，劳烦掌柜，请这位公子来见我。丹凤姑娘说的是陈公子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傻？说的是写这字的猎户，赶紧去，别让人跑了。难道穿着旧皮袄的猎户真是什么深藏不露的人物？就写了几个破字，就让眼高于顶的丹凤姑娘如此重视，甚至景渊还怕人跑了。此时的叶晨和陈泽正等着消息。你们怎么还没走？不会真以为写几个破字，丹凤姑娘就会见你吧？陈哥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得赶在天黑前回村呢。我其实也不是那么想见丹凤。没事，等着就好。就这山野村夫也想跟我抢人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不过他身边的那姑娘倒是漂亮，若是有机会可以抢过来玩玩。陈公子，丹凤姑娘不愿意见客，这凤冠请您原路带回。姓王的，你敢耍我？陈公子息怒，丹凤姑娘确实不见客，这是我们此前说好的，她不愿见，我也没办法啊。花香楼的花魁见了我都要凑上来奉承，偏偏这个戏子，他想见一面都这么难，当真是不识抬举。今日就要回去问问这聚乐楼到底是什么背景，非把这戏楼给砸了。你还留在这做什么？还不快滚！王掌柜，那我也走。公子请这边来。丹凤说什么了？我这人光明磊落，有什么话不妨在这说。王向东顿觉心中苦涩。丹凤姑娘相邀，请公子上楼一叙。这话一出，不仅陈泽愣住了，连沈燕秋都微微睁大了眼。
竟然真的邀请叶晨上去，反倒拒绝了送金冠的陈泽。难道叶晨在那张纸上真的写了什么绝世诗词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那劳烦掌柜带路。陈泽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了过去。啊！贱人！贱人！贱人！从小到大，从未受过这等羞辱，给我砸！把这戏楼给我砸了！丹凤姑娘，这就是写字的公子。你先下去吧。丹凤姑娘，那陈泽看着很不服气，他在这县里向来无人敢管，只怕他会在这闹事啊，甚至一把火把这居乐楼烧了都有可能。这是已经开始闹事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景渊，去处理一下。明白。给他留点纪念，免得我们走了再来找王掌柜的麻烦。好嘞。这下子那纨绔看来要倒霉了，可惜不能亲眼看到这场好戏了。标准的猎户打扮，瘦飘袄衬得身形挺拔，相貌也颇为俊朗，不像是乡野中人。这般模样确实让人有不顾一切扑上去的冲动，也难怪陈泽会为见他一面甘愿花费重金。公子专程来见我是为了何事？真是个妖精。不过我好歹是经受网络洗礼的人，还不至于当场露出猪哥样。公子专程来见我是为了何事？是我朋友想见见你啊。我只是想来看看这乡野小县竟然还有这般灵秀的姑娘，难怪这猎户看自己的目光颇为寻常。现在见到了，你还有什么想做的？姐姐，你真漂亮，你跟书里写的丹凤仙子一模一样。小丫头还挺会说话，你也很漂亮，不过越漂亮的女人越容易被男人骗。这娘们儿怎么回事？初次见面怎么就能凭空污人清白？你先出去在门口等我，我跟丹凤姑娘还有事要谈。好，那我在外边等你。现在该说第二件事了吧？自然，你们在找洪青岩，我恰好知道一些消息。你果然知道他的下落，说吧，只要是有关他的线索，赏50两纹银；若是确切位置，100两纹银。100两纹银，那得打10只东白脸才能赚回来啊！洪青岩就在花香楼内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我有同乡见过他被带进去，我这次是受他之托来告知消息的。景渊，小姐，他说的话你听见了？花香楼我已借机进去探查过，楼里的姑娘也都一一见过，没发现洪青岩。你怎么证明洪青岩真在花香楼里？证明？怎么证明？难道说算卦算出来的？我确定人在哪，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报官府，带人过去搜，等找到人再给我赏银也不迟。我们私下查探，自然就是不想把事情捅到官面上。你以为拿官府做挡箭牌就能骗走赏银？看来洪青岩身上还藏着秘密啊，难怪他人失踪了，官面上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反正我确定人就在花香楼，那种地方藏些密室也很正常吧？难道你每个角落都查过了？小姐，花香楼几乎彻夜亮灯，我只能以客人的身份进去趁机探查。楼里的每个房间我都看过，露面的人也都见过，可有没有密室，我也不确定了。你也听到了，我们不能闹出太大动静，就算有密室，我们也不能挨个去搜，所以你的线索无用。这是想白嫖啊！所以你能不能确定密室的位置？进花香楼还要找出密室的位置，太过凶险。丹凤正失望时，所以你们能给出什么报酬？你是猎户，应该不难看出来吧？衣服像，但猎户少有像你这么白净的。你试试这个斩驼刀，驼龙是鳄鱼皮。斩驼刀，刀刃百炼，淬火时又加了秘料，砍树劈骨都不会卷刃，最适合在山里用。这把刀价值200两往上，而且是有价无市，别说有年限，便是在郡城也找不出第二把来。只要你能找出洪青岩的具体位置，就是你的了。那100两银子的赏银，只可选其一，言辞还是刀？不行，刀我要，但我同乡也要报酬，这刀又不能一分两半。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这把刀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定下的赏银。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必须得拿出东西去说服我的同乡。想不闹出动静，找到花香楼的密室，不信有年限还有第二个人做得到。50两，50两给你的同乡，刀归你，反正你们本来也是一人一半。成交，本次进城1分没花，还赚了50多两，不亏。贴黑钱，我要得到消息。我这就去，要派人跟着我。我那同乡很谨慎，若是发现我身边有其他人，绝对不会出来。这小子贪婪成性，精于算计，要不要我跟上他吗？算了，现在找到洪青岩最关键，
其他的没必要冒险。你在干嘛？我就是好奇你们说什么而已。放心，里面不止我们2个。走吧，丹凤姑娘托我给她买东西。哼，你往这儿来干什么？哼，你怎么来这种地方？给丹凤姑娘买东西啊？怎么可能？这种地方只卖肉，不可能买到东西。我不进里面去，你跟着我就好。你在这儿帮我守着，我去见个朋友，很快就出来。你朋友住在这种地方？对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昨天没抽，今天就能抽2次，这还真不错。抬手取走挂签，挂签立刻在眼前化作流光，随后他眼前场景变换，如同走进了花香楼内，舞台下面却藏着一道暗门。果然是密室，竟然就在1楼下面，难怪青云找不到。叶晨转身朝着巷子外走去。这小娘子是新来的，长得真俊啊！来，陪爷喝2杯，少不了你的银子。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喊人了。喊人？哈哈哈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喊吧，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失策，忘了这是青楼旁边，不该让沈燕秋在这等着的。你哪来的？这只小娘子我们先点的。打人了！你打了人，没事吧？2个醉汉，说不定醒过来的时候还以为是对方打的呢。这次是我没考虑到，不该让你跟过来的。没事，不是有你在吗？笨，我在呢。如何？找到了。果真？在哪？面前这猎户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这么快就查到了我们这么多天都没找到的红青岩？难道他那位同乡真有这么神通广大？我说出位置后，你再让我证明怎么办？我可没那个本事闯进去。我去乐楼做生意，不会这么不讲信用。你可能忘了，我本来只准备赚那100两赏银就走的。只要你说出红青岩的确切位置，这些现在就能拿走，不用你再证明什么。戏台后的楼梯暗门，密室就在大厅下方。这样一来，地下的动静全被大厅的喧闹盖住，而且挖掘出来的密室空间也足够大，一般人恐怕根本想不到密室会藏在这种地方。我会尽快找人去核实。我还有一个小要求，我不喜欢贪得无厌的人。不是让你加钱，那密室里除了红青岩，还有其他女子，看模样应该都是被掳掠来的。若是你们有能力，最好把他们一起救出来。没料到叶晨最后的要求竟是为了素不相识的女子。好，我会把人救出来的。男人明明是去打猎，可他却非要牵一头猪仔上山。更奇怪的是，到了山上，他却把猪仔晾在一边，自己躲到一棵树后。这个位置挺好，就是不知他会不会过来。但愿我给他准备的礼物有用。叶晨静静等着。叶晨将长弓握在手上，屏住呼吸，眼前的一切仿佛渐渐放大。这个位置距离猪仔的位置刚好50步，弓箭能发挥最大威力，而且顺风之下贯穿狼王皮肉不成问题。穿甲剑族轻易破肉而入，贯穿前腿。可惜狼王拼命的扭动还是有些许作用，这一箭没能射穿内脏，不过2条前腿全部受伤，就算是狼王应该也跑不掉了。不好，竟然追出了树林。这里距离狼王常活动的南风不过100步，狼王用自己为饵，将我带回了他的主场。而且刚刚他应该是躲到了前面一块巨石后，那石头足够大，能完全挡住他的身体。若是再追上去，大概就会和张三坡一样，被狼王侧面扑出，一口连头颅都咬碎。果然是狼性奸诈啊！临死之前还在算计。男人往后一滚，躲到了另一块山石后面，同时探头出去，双目紧紧盯着挡住狼王的巨石。一人一狼间再没有其他动静，空气也如同冻住的铁。直到此时，叶晨的胸口仍在起伏。刚才跑得太急，必须尽快恢复体力，确保狼王扑杀过来时
能以最佳状态应对。果然越老越奸，若不是刚刚及时反应过来，还真可能落得或张三坡同样的下场。现在和狼王相距大约12丈36步，而且我在高处，狼王在低处，这个距离有把握用穿甲剑一剑贯穿狼王的头颅。可现在也不敢绕开石头搭弓射箭，一旦将自己置于平地上，狼王只需要2次跳跃就能冲到面前。一人一狼显然陷入了僵持，看来只能熬了。叶晨半蹲在石后，长弓握在手中，目光始终没离开那块巨石。现在只需要等他撑不住就行了。可惜这块石头不避风，北风从背后呼呼刮来。1个时辰过去，叶晨悄悄从石头后站起来，看到了那一双琥珀色的苍老双眸。叶晨盯着他时，狼王也在盯着叶晨。叶晨搭弓瞄准，巨石后的影子立刻往后缩了缩，没露出半点破绽。等身上的气血活动开，他又缓缓蹲下，完全藏进石后阴影里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天地一点点暗下去。如今这个情况，勇者生，弱者死，挺下去不露破绽，死的必是狼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叶晨感觉脸上一凉。下雪了？怎么会下雪？要是再降几度，恐怕连弓都拉不开了。叶晨取出了龟甲，才发现龟甲已经重新亮起，这代表时间过了子时。3枚挂签跳出，果然运势变化了，由小吉变成了中凶。此前完全没想到运势还能这么变化，而且一下从小吉变成了中凶。叶晨一直握着长弓，坚持，生死或许就在这几息之间，就是现在。中了。可黑暗中，他看到了一对琥珀色的眼眸，亮得如同鬼火，正飞扑而来。那一箭没中，现在到了狼王的进攻时间。直到双方的距离拉到1丈之内，叶晨才看清了狼王，随之而来的是腥臭的血盆大口以及高高抬起的利爪。突然，庞大的身躯直接跌落到叶晨身前，夜风吹过，他才觉出浑身的疼，腿麻得站不起来，手也抖得握不住刀，额角的冰珠混着汗水往下淌。用雉鸡为羽，仿照军中制式打造的破甲剑，如此近的距离，直接破颅而入，只有半截剑身留在外边，所以盲射的那支箭到底还是中了。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些之后，叶晨扫视四周，今夜肯定下不了山了，只能在山中熬一夜。大郎，都怪你搞得我晚上回不了家，现在只能拿你当被子了。你二叔还没回来？没有，可能马上就回来了。你先去睡，我在这等。不，我就在这等，二叔肯定马上就回来了。天快黑透了，按说叶晨早该回来才对啊，明明早上的时候说好了不进深山，怎么还会耽搁这么久？直到天色几乎完全暗下来，仍没见到叶晨的人影，叶田愈发慌了。快去睡觉，我上山接你二叔。我不去找你娘烧热水，我们回去要泡脚。你们谁都不准去。爹，小陈他现在……那你上去有什么用？说不定找不到人，还可能把自己跌进去。你弟也不是傻子，说不定是有事耽搁，不想摸黑下山，在山上找了个背风的地方窝一夜，明天一早就下来了。可这天气，我那狗皮药过后，他只要找个避风的地方过一夜应该没事。要真是死了，那也是活该，竟然想着去猎狼蜜子，我就不该以为他转性了，就为了威风连命都不要了。小陈猎狼去了，怎么会？之前从城里买回来的那头猪仔不见了，我还以为是忘了关门让他跑了，找了半天也没见着。爹说是二郎带着上山当做猎狼的饵了。他那天死活非要买头活猪回来，我还以为他是准备养到开春，拿去沈家当提亲的聘礼，就没多问。肯定从那时候起，他就打狼王的主意了，想杨明，想威风，最后把命都搭进去了。爹，不会的，小陈怎么会去找狼王？他可是亲眼见过狼王2次，知道那东西有多凶。就是因为亲眼见了，看到狼王受了伤，才起了念头。爹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明天一大早上山找人，是生是死，现在只能靠他自己扛。可是按我说的做就行，都去睡觉，养足精力。明天叫上村里的猎户一起去，肯定能找到人。还他爹，先回去休息一下吧，小陈肯定会没事的。早上就是在这里擦拭猎弓，还说了不该说的话，
谁曾想竟一语成谶。爹，出大事了！什么是值得你大清早的鬼哭狼嚎？爹，昨天叶晨独自上了小黑山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叶有林想让我们召集村里壮丁，跟他们一起上山找人。陈丰田本来昏昏欲睡的表情瞬间亮了。这事儿怎么听着有些熟啊？难道叶晨也被狼王吃了？这是好事啊！叶晨一走，也不用担心之前算计的事被发现，不用怕叶晨报复。没了叶晨，说不定还能再谋划一下叶家的继母上好的水天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敲锣，把各家的壮丁和猎户召集过来。哎，我这就去。记得脸上的表情收一收，他跟你又没仇。小的，又是上山彻夜未归，怕不是碰见狼王了？我早说过，那狼王还在山上，别轻易上去。叶晨还天天往山上跑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这大雪封山的，山路都被卖了，怎么找人啊？只要愿意上山找人的，每人我给10斤粟米，要是能找到人，给10斤精米，再加2斤肉。叶叔，您说的是真的？真给啊？我叶有林在村里说话，啥时候不算数过？那行，趁雪还没完全封山，上山找也没啥问题，说不定叶晨就在山边呢。对，不去南峰就行。恐怕得先往南峰那边找。叶晨昨日是去猎狼王了。叶狼王，叶叔，您别跟我们开玩笑啊！没开玩笑，他昨天上山带了穿甲剑，还带了活猪，应该是做饵用的。我当时以为他就是去练剑，现在想来，他怕是早打好猎狼的主意了。那恐怕是没救了。什么意思？自己过去送死，还要我们去找人？呵呵，反正我是不去了，这不是活该吗？谁愿上山找人嘛？不管怎么说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大家还是帮帮忙吧。自己找死，现在还想让我们陪葬？狼王都吃2个人了还去，我们不傻，凭什么跟一个傻子陪葬？就是这大雪下的，真碰见狼王，跑都跑不掉吧？一时间嘲讽奚落不绝，就是没有愿意上山的。叶叔，听我一句劝，等雪停了再上山吧，现在太危险了。谁去南峰帮忙找人？1人1两银子，找回来人，不论死活，5两银子。5两银子。对，给银子，我们有银子。其他人就别去了，还是我们几个上山转转吧。不过要是实在找不到，我们就直接下来了。叶叔，你也别怨我们。好，足够了。叶老哥，你也别太伤心，等雪停了，我去县城报官，官府应该会组织人猎狼，到时候也算是给小陈报仇了。那就趁早上山吧，这雪越下越大，早点找也能早点回来。爹，村里出什么事了？叶晨昨天上山打猎，一夜没回来，他家里人正组织猎户上山找呢。一夜未归，沈艳秋原本带着血色的脸瞬间变得煞白。对啊，你不知道，那小子是上山猎狼去了。狼王啊，就那只把人吃到只剩下1条手臂的狼王，终究是少年人，有点本事就自以为天下无敌，倒也是可惜了。沈艳秋双眼已经氤氲起白雾，捂着嘴就往门外冲去。艳秋，你干什么去？不管怎么样，总得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吧。父女俩刚冲出大门，村外忽的又响起喊声：狼灾，是狼灾啊！狼王进村了，狼灾来了！狼灾，狼王朝着咱们村子来了！别慌，咱们骏马都摆好了，他们进不来，家中有弓有箭有坡刀的，赶紧回去拿。夫人小孩躲在家里，不要添乱。当众人的目光越过骏马，只见一团白灰色的毛发正朝着村口挪动。再走近几步，众人终于透过纷飞的雪花，看出那是一颗斗大的狼首，一对满是战意的眼眸，透着凶厉狠厉，仅仅是看一眼就让人浑身发颤。狼王，狼崽子呢？就这一头毒狼过来，真当咱们村子没人是吗？顾金山也缓缓抬弓，可他刚眯一眼看去，忽然惊讶：谁射的箭？没人放箭啊！没人放箭，狼王怎么中了一箭？随着越来越近，狼王的整个头颅也彻底露了出来，缓缓昂起。这狼王不会是成了妖吧？跟着过来的陈玉堂早就被狼王吓得双腿发软，顾金山也不由连退2步，握弓的手微微发颤。这世间莫非真的有妖？要真是妖，跑又有什么用？逆子呀，你怎么没粮在外边呢？而叶田看清后，朝着狼妖狂奔而去。小陈，
见到叶田和叶有林都在，叶晨也终于松了口气，一口气泄出去后，身体一软，跌倒下去。哥，我没什么事。爹，我就说他不会有事，不仅没啥事，还把狼王列下来了。而神朗此时额头渗着冷汗，眼里满是惊慌。这种凶手真的是一个人，一张功能猎杀的。叶晨才不过18岁吧，此子真有英雄气在身啊！爹，我们回去吧。有什么可笑？为父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凶物，一时间有些心神失守。是，女儿晓得。燕秋，你真的对叶晨有意吗？沈燕秋一听这话，脸颊顿红。爹爹，你怎么说这种话？我是认真的，你也认真回我就是。若是你对他无意，等开了春我们就搬走，免得他再纠缠你。若是愿意，那开春就让他来下聘。沈燕秋猝然抬头。啊，为何？我觉得你上次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可能这辈子都回不去都城了。叶晨身上有英雄气，或许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原来是因为他猎狼的事啊，确实能把那么大的狼王猎回来，在书中肯定算有英雄气。可英雄气和值得托付又有什么关系？燕秋，你愿意吗？沈燕秋脸颊的绯红蔓延到耳根。女儿愿意。那好，等过几日他身体养好了，请他来家里做客，我还得好好考教他。要是入不了我的眼，我照样把他扫地出门。好，爹爹，我给你换杯热茶。日出转场。沈燕秋来到叶家门口，看到里面的场景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陈哥，你明天就去我家下聘吧，我愿意。能猎到狼王的男人，谁不想嫁？什么叫他愿意，自己还不愿意呢？你离我远点，我都说了，我们俩再没有任何关系。陈哥，我娘已经知道错了，她上次不该那么说你，我让她给你道歉好不好？等我们结了亲，我就搬出来住，再不跟她来往了。到时候你出去打猎，我在家等你回来，我们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。要不是打女人名声不好，都想来一记蓄意轰拳了。还有，我不要聘礼，什么都不要，我娘那儿还有些钱，娶亲后我全部带到你家来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不要再缠着我。陈哥，之前都是我娘说的话，跟我没关系。你若想要，我现在就可以。滚，别再来找我。叶晨目光一转，二和，把他赶走。好。顾二摆出凶神恶煞的模样。走吧，还想让我动手？你躲那干什么？没有。那女人有点疯癫的，我跟她从来没什么关系，你在旁边看着，刚刚真是她硬贴上来的。我又没说什么。爹爹说，等你身体养好后，想见见你。见我干什么？沈燕秋脸颊泛红，却不知该怎么解释。看来猎狼王这事的作用比我想象的还大嘛。叶晨往前贴了贴。所以，那我准备，后天不，5天后吧，我得准备。